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4个案例，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脑中风，还有一个是痴呆，最后一个是抑郁症。他们都属于中老年人，尽管他们的病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在化验检测的时候呢，都有同样一个指标是不正常的。而这个指标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血糖血脂，而是一个你不太注意，甚至医生也不太检测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那么这个指标是什么呢？它叫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一种氨基酸，但是呢，它跟其他氨基酸不太一样它不是用来制造蛋白质的，它呢是一个在我们食物特别是动物蛋白在身体代谢当中的一个产物它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甲基化循环的一个环节，但是由于营养的原因，或者是甲基循环出了问题，这个 homocysteine 的水平就会增高。那么它增高以后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首先它就造成我们血管壁的损害。大家知道，血管壁一旦损害以后，就很容易造成血细胞凝血因子胆固醇等等在那里积累产生血栓。那如果在心血管，那就造成心血管疾病如果在脑血管，就造成脑中风。这就是为什么脑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人，他们常常有一个指标都不正常，就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同时呢，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对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的代谢过程也很有影响。它主要是通过参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甲基化循环的过程，来影响我们大脑一些重要的神经递质的代谢和功能。所以如果同型半胱氨酸在血中的水平比较高的话，就会造成认知的减退以及情绪的障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具体的案例在介绍这几个具体案例之后呢，我再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去检测同时呢，怎么样通过饮食和营养补充来纠正它。我们这个第一个案例是55岁的 Smith 先生，他是因为胸痛和高血压病史来看病。那么家族中就有心脏病，实验室检查就发现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每升18个，我们希望他在15以下。当然医生给他做了很多的心血管因素的检查包括饮食运动还抽烟，还有心电图、心脏超声、压力试验，其实都没有发现结构上的问题，主要是生活习惯、精神压力和缺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进行降血压的治疗以外，我们还要给他服用对抗和调整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最后跟大家揭晓。第二个病例是一个68岁的约翰逊女士，她经过的是一个所谓的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叫 TIA。 那么她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大概是20个，虽然用了非处方的补充剂但她还是缺乏维生素 B1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我们进行大脑的 MRI 检查，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的其他的问题，同时给她进行高剂量的 B12 的注射，再补充其他的叶酸和 B6， 以及饮食上的调整。但是调整以后效果并不好，我们必须给它增加2个很重要的营养素。这2个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在后面继续探讨。那么第3个案例就是认知衰退Allen 先生是72岁的男性，他现在经常出现就很多事情就忘了，生活上经常忘事，忘了钥匙炉子忘关煤气以及在财务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跟他的记忆有关系。他的同型半胱氨酸就达到了25个，远远高出我们说的这个正常的水平。所以对 Allen 先生我们除了进行传统的认知的检测以及可能的药物治疗，我们还要针对他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进行治疗。我们建议他用大剂量的 B 族维生素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同时建议他采用的地中海饮食，要吃富含水果的蔬菜、全谷物的食品以及健康的脂肪。第4个病人是我们60岁的 Lopez 女士，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稍微摔一跤她就会容易骨折，其实她患有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那她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达到了22，
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跟这个骨骼的健康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个病人呢，除了要补充维生素 D3啊和钙、磷等等重要的这个增加骨质健康的物质以外呢，我们还要针对它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呢，效果也不会好。那么这第5个病人呢，是一个31岁的孕妇啊，她呢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她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较高19，她有一个流产的病史。为什么做这个检查很重要呢？因为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的人呢，他容易产生并发症高血压、子痫和产后抑郁症。提前进行营养素的补充和调整，对他的健康非常重要。如果你去找医生检查以后，发现你同型半胱氨酸高呢，那么都有什么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跟遗传有关就是我们讲过的甲基化障碍，比如说你有一个酶叫甲基4氢野酸还原酶，那么这个酶呢，在甲基化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你如果有这方面的缺陷呢，你可能会造成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可能。第二个呢，就是营养不足，要不是吸收不好要不是你的饮食里面缺少重要的维生素，特别是叶酸 B12 和 B6。还有呢，就是它不能对它加以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到更多的营养素的补充。那么主要补充的营养素是哪些呢？第一呢，就是叶酸这个叶酸呢，它能够帮助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转化成蛋氨酸反过来呢，继续呢让甲基循环呢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这个叶酸的来源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靠绿色蔬菜、水果、豆类和强化的食品，每天补充400到800微克的叶酸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就是维生素 B12它跟叶酸在一起能够把同型半胱氨酸呢变成蛋氨酸。这个 B12呢，主要产生在肉类、乳制品和鸡蛋里面。所以呢，如果说你饮食不够的话，每天补充500到1000个微克呢，都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是注射，也可以是口服，也还有舌下的这个片剂。第三个呢，就是维生素 B6，叫吡多醇，它是呢把同型半胱氨酸变成半胱氨酸所必需的辅酶。这个食物里面的 B6主要是家禽、鱼类、土豆、鹰嘴豆和香蕉。那么通常呢，我们每天补充50到100毫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甜菜碱叫3甲基甘氨酸。这个甜菜碱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利用 B6叶酸或者是 B12的时候，这个甜菜碱呢，它提供了另外一个途径能够把同型半胱氨酸转化成蛋氨酸。什么食物里面含有这个3甲基甘氨酸呢？甜菜碱呢？就是小麦芽胚菠菜、甜菜和贝类。如果要补充的话，每天补充500到2000毫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胆碱虽然胆碱呢，它不直接参与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但是它能够支持刚才讲的这个甜菜碱的这个代谢这个路径。胆碱在鸡蛋、肝脏、花生和大豆制品里面都是挺多的，所以呢，你要补充的话，每天补充425到550毫克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是欧米伽3的脂肪酸虽然它也不直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但是它能够缓解高同型半胱氨酸带来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在吃鲑鱼、金鱼、沙丁鱼的时候呢以及亚麻籽和核桃欧米伽3呢都是比较多的。如果你每天补充1到2克的 EPA 和 DHA 的组合也是挺好的。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希望大家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作为一个重要的生化指标关系到我们中老年人的很多健康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生育期女性的一个健康问题。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检测非常简单，也会在健保的付费范围之内。同时呢，提前做饮食方面的改变和营养的补充，就会大大改善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频道订阅和点赞转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